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个澳大利亚非常离奇的案件。1935年4月25日，库克海滩边上，一家人头涌动的海洋馆内，许多大人陪着小孩目不转睛地观赏着一条鲨鱼。就在几天前，这家即将倒闭的海洋馆的老板灵光一现，专门到海上抓了条鲨鱼回来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消息一出后，海洋馆的门票被立即销售一空。许多家长纷纷带着孩子来看鲨鱼，海洋馆老板感慨，能不能入住海景房就看这条鲨鱼能吸引多少孩子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恰恰是这条鲨鱼牵扯出一桩轰动澳大利亚的罪案，时至今日还经常被人提起。在介绍这条鲨鱼的故事前，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当地的一家夜总会。在一个上座包厢里，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男子坐下后，用熟练的姿势点燃口中香烟。在一杯酒下肚后，跟身旁的布雷迪说叫他们出去。可布雷迪眼角射来一个轻蔑的眼神，一边调戏身边两个身材高挑的女陪侍，一边说道：兄弟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一本正经的苦瓜脸，妹子可是不喜欢的哟。可还没等到这个柚子说完，史密斯就拎起桌上酒瓶，并啪的一声碎裂，左手直接揪起布雷迪衣领说：你这家伙又在装疯卖傻吗？昨天的贷款居然会有假支票，现在都敢在我头上撒尿了。旁边的姑娘被吓得尖叫不断，马上溜出了包厢。原来就在昨天，史密斯的老板霍姆斯在整理支票时发现有一张假支票，而这张假支票恰好是史密斯卖货收来的款项。霍姆斯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，凭借殷实的家境和自己的狠心，他在不到几年时间里就坐上当地黑道头把交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经常支持当地公共基础建设，屡屡因此登上新闻，这让警局对他是又爱又恨。霍姆斯看着手中这张假支票，这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3次了。在前2次，他都想把门外的史密斯叫进来，但2次刚走到门口，又默默回到座位上，把假支票放到抽屉。可这一次，他把手下史密斯叫了进来，步入正题之前，对他嘘寒问暖，问他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。这些问题换作是普通人之间聊家常还好，但如果放到黑社会老大和手下的对话中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看到自己的得力干将似乎毫不知情，老板霍姆斯把3张假支票放到桌上，然后对史密斯说了一句：我相信你。经过史密斯这么一回忆，装疯卖傻的布雷迪才假装缓过神来。他求史密斯放过他一马，并说自己之所以用假支票欺骗史密斯，是因为自己前几天手气不好，在赌场输了点钱，等过几天把货转卖出去后，一定把钱补上。听到这些话，史密斯才离开了包厢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接下来他的命运被紧紧联系一条鲨鱼上。几天之后，史密斯的妻子发现丈夫一直没有回家，着急的她致电丈夫朋友，可都没有任何消息。她甚至想到去警局报警，但考虑到丈夫一直在替霍姆斯干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便很快放弃了报警的想法。可丈夫这次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按照丈夫习惯，虽然以前会几天联系不上丈夫，但只要超过1个星期，丈夫肯定会用各种方式给自己留下口信。可这次整整过去18天都没有丈夫任何音讯，直到4月25日，当地一家海洋馆一条鲨鱼才改变局面。4月25日当天的库吉海滩甚是热闹，当地一家海洋馆老板也看准当天是澳新军团纪念日，将当天定为自己海洋馆装修后重新开放的日子。海洋馆门外的海豹的鲨鱼深深吸引了路过的孩子，他们揪着自己父母衣服，渴望到里面看大鲨鱼，所以从检票处到外面一直排着长队。海洋馆老板看着窗外的长队，开始估算门票收入，1个人头就是1张钞票。老板心里是越算越开心，毕竟一条4米长的鲨鱼就能招来几十米长的购票队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成也鲨鱼，败也鲨鱼。下午4点半时，游客发现这条鲨鱼突然开始抽搐，并吐出奇怪的东西。最开始是些小鱼，里面还有一只乌龟。可没多久，鲨鱼居然吐出一个人类手臂，在呕吐物中还隐约有人类的手指。这恐怖的一幕吓坏了在场游客。顺着楼下的尖叫声，海洋馆老板循声下来，他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，但工作人员用水冲开呕吐物后，发现那的确是人的手臂。警方来到现场后，迅速封锁了现场。海洋馆前一刻人挤人的场景，到了下一刻就变成人瞪人。
警员瞪着海洋馆老板，询问鲨鱼从何而来。老板一脸无奈，表示1周之前本想从海里抓条小鲸鱼慢慢养着，没想到却上来一条虎鲨。当时并没发现什么异常，更不知道这家伙肚子里面有条人的手臂。看着老板比窦娥还冤的表情，警方认为他应该没撒谎，毕竟老板还指望着靠他赚钱。法医检测后认定这条手臂是成年男子手臂，上面有2个拳击手站着对打的文字，手腕上还绑着一根尼龙绳。但真正引起法医注意的是，这条手臂断裂处的伤口非常平滑，一点都不像是被鲨鱼咬断的情形，反而像是用利器切断，这说明其中可能涉及刑事案件。进一步解剖，法医发现这条手臂来源于虎鲨体内的一条小鲨鱼，所幸在小鲨鱼残骸的保护作用下，这条断臂保存完好，减小了警方破案难度。由于小鲨鱼经常在接近沙滩的海域出没，所以警方认为有人在杀害断臂主人后将其抛尸海边，然后被小鲨鱼误食。他们立即向公众征集线索破案。2天之后，一个叫做爱德华的年轻男子匆匆忙忙来到警局。他说断臂的主人是他哥哥詹姆斯·史密斯，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摔破酒瓶的那个史密斯。根据爱德华的口供，45岁受害者史密斯此前是拳击手，参加过非常多比赛。出于热爱，便在手臂上纹上了双人拳击的图案。如果不是这个图案，他根本不敢相信哥哥会遭遇如此不测。接着，澳大利亚警方通过指纹确认了2人的确为兄弟关系。警方继续向爱德华追问他哥哥是否曾与别人结仇。爱德华透露自己哥哥起初开了个小酒吧，但由于经营不善，很快就倒闭了。他本想开个武术馆，但奈何本钱不够，于是外出打工。在打工途中结识了一帮江湖朋友，在朋友影响下，开始为当地黑社会老大霍姆斯卖命。从最初的门庭小将到后来的得力助手，霍姆斯将越来越多的核心事务交给他打理，包括和下线交易违禁药物等等。可在失踪前1个星期，自己和嫂嫂都发现他心事重重，但碍于他工作特殊，就没过多追问。直到他失联20多天，家人才觉得事情不对劲。弟弟爱德华觉得自己哥哥的死肯定和老大霍姆斯有关，有可能是因为哥哥掌握他老大太多的秘密，导致被灭口，而且应该存在第3人陷害哥哥史密斯。可这个人会是谁呢？或者说史密斯的死是否真的和他老大有关？为此，警方兵分2路：其1，调查与史密斯生前发生最后交集的人；其2，排查史密斯的人际关系网，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。调查过程中，一个叫做帕特里特·布雷迪的男人引起警方注意，也就是我们前文说到的在酒吧和史密斯吵架的布雷迪。曾加入澳大利亚军队，退役后成为诈骗犯，经常因为伪造钞票和票据被警方请吃饭。他是当晚最后一个见到史密斯的人。更巧的是，他和史密斯以及史密斯的老大霍姆斯关系非同一般。霍姆斯是当地有名的走私犯和黑道老大，布雷迪则经常帮霍姆斯造假骗取保险费，时不时还帮霍姆斯介绍买家。史密斯是霍姆斯的得力助手，客户没了可以另找，但如果家中兄弟反水，那可是要坏掉一锅粥的。所以在这个3角关系中，最容易出现裂痕的无疑是黑老大霍姆斯和老二史密斯。走访调查中，有人证实史密斯曾和老板在办公室爆发争吵，争吵过后，史密斯联系了布雷迪，也就是开始2个在酒吧相见的情形。几天后，史密斯又前往布雷迪一个租来的小别墅与其相见，可从那时起，史密斯便如同人间蒸发般不见了。警方找到这个别墅，进去调查时，发现屋内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犯罪痕迹，唯独有个房间里的床单等家具被置换一新，这让警方闻到一股浓烈的阴谋味。走访调查中，一位当天搭载布雷迪的出租车司机透露，当时布雷迪上车后就传来一个血腥味。他本想询问顾客是否需要帮助，但紧张的布雷迪直接拒绝了司机，只让他开往麦克马洪角湾警街3号，也就是黑老大霍姆斯的豪宅。如果出租车司机所言属实，那很可能是布雷迪杀害了史密斯，并且可能是史密斯老板霍姆斯授意下进行的。警方立即将布雷迪带回警局审问。就在审问布雷迪时，警方意外发现史密斯居然是警方买通的线人，甚至早在几年前他就为警方效力，曾帮助警方搜集黑社会头目艾迪·韦曼的罪证。如此说来，史密斯应该不只是警方的线人，更可能是卧底警察，这更坚定警方要找出凶手的决心。而布雷迪很可能就是凶手，但要成功起诉他，就得找到史密斯的尸体。找到尸体前，警方无法判定史密斯已经遇害，也就无法起诉布雷迪。
正如我们之前节目中，日本警方找不到空姐露西的尸体，也就无法直接起诉支援成案。可警方联合海军搜查数天，也没能在海边找到史密斯，无奈之下只好等待奇迹的发生。但奇迹没出现，反转却出现了。在布雷迪被捕4天后的5月20日，悉尼海警发现有个血迹斑斑的男子开着快艇四处乱闯，他正是史密斯的老板霍姆斯。霍姆斯对此的解释是，前一晚他本想自杀，但由于当时喝醉酒，整个人模糊不清，所以子弹打偏了，然而在海边昏迷被警方发现。听到这样的解释，警方非常好奇，一个经常在生死边缘徘徊的黑老大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产生自杀的冲动？更奇怪的是，到了警局后，霍姆斯改变以前不认识布雷迪的口供，他承认那晚自己在家中和布雷迪见面，布雷迪一进客厅就把史密斯的另外一只断臂扔到台面，称自己已经永远搞定了史密斯，向他索要500英镑跑腿费，并要求霍姆斯分他一份加工厂的份额，不然就把史密斯掌握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，到时堂堂一个黑道老大可就得像过街老鼠那样东躲西藏。无奈之下，霍姆斯给了布雷迪500英镑。看着桌上的血迹斑斑的断臂，瘆得慌的霍姆斯立即驱车前往马鲁布拉，在月黑风高时悄悄将手臂扔进大海，所以就有了上文海洋馆的故事。最终霍姆斯答应警方出庭作证，指认布雷迪杀人事实。可没等到出庭指证布雷迪，霍姆斯就在出庭当天的凌晨被人连射3枪，尸体藏在一个废弃码头。警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几天之后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布雷迪被法庭宣判无罪。直到1965年因病去世的30年时间里，布雷迪始终坚持自己没有杀害史密斯。一个即将倒闭的海洋馆老板刚好从海边捕到鲨鱼，而这条鲨鱼里面刚好有一条小鲨鱼，小鲨鱼里面又刚好有一条人类的断臂，又刚好在鲨鱼展览时被观众发现。这几个概率连起来几乎是个小到不可能的事情，但它却真的发生了。这也是为何该案会成为澳大利亚传遍世界的一桩悬案。那这起案件最有可能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结合现有的资料，小渊我来说下个人的想法。首先，案件存在几个疑点。第一个疑点，正如我前面所说，作为一个堂堂黑老大，霍姆斯被海警发现当天真的是打算自杀吗？就算他是被布雷迪威胁，就算交出自己的所有家产，也不至于自杀。另一方面，根据后来霍姆斯妻子的口供，在出庭作证当天半夜，霍姆斯曾告诉妻子说要出门见一个重要的人，也就是在那时霍姆斯被人枪杀身亡。那这个霍姆斯相见的人会是谁呢？小渊认为他很可能是受布雷迪指使灭掉霍姆斯。第二个疑点，别墅内的床单到底是谁更换的？谁在掩盖房间内发生的事情？基于有限的卷宗资料，小渊我做了2种案情推演。第一种可能，也许是黑老大霍姆斯发现了史密斯的卧底身份，想借助布雷迪之手铲除史密斯，并且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份甜头。但布雷迪动手时无意发现了霍姆斯的犯罪证据，他觉得用这些罪证威胁霍姆斯可以得到更大的甜头，所以就反过来威胁他。为了自保，霍姆斯决定出庭指证布雷迪杀人事实，双方焦灼不下。因为各自都有对对方的把柄，在出庭作证的前一晚，监狱中的布雷迪授意别人和霍姆斯谈判，但最终谈判破裂，导致霍姆斯被灭口。这样一来，布雷迪就能无罪释放，这也是案件最终的结局。第二种可能，依然是黑老大霍姆斯发现了史密斯身份，并让自己手下除掉了史密斯，事后直接嫁祸给布雷迪。因为霍姆斯认为这2人可能合伙欺骗自己，所以想来个一石二鸟，同时除掉2人。布雷迪发现霍姆斯阴谋后，在海边与其发生交火，这就能解释为何霍姆斯会血迹斑斑出现在海边，并且对警方撒谎自己想自杀，甚至还想帮助警方指证布雷迪。当然，以上2种假设完全忽略了海洋馆老板以及霍姆斯竞争的对手的存在。国外论坛上也有网友讨论了海洋馆老板的嫌疑，毕竟发生这样的事实实在太巧了。不知大家认为案件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？欢迎在评论下方分享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